為什麼現在大多數家庭都不幸福？其實看一個家庭幸不幸福，就看這個家族裡面的成員是怎麼對話的，怎麼交流的。不和諧的家庭通常都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包容性比較低，指責多，情緒重，彼此說話全是火藥味。家庭興旺的最核心的一步就是好好的說話，多說和氣的話，不說傷人的話。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候，說話溫柔一點，語氣緩一點，態度暖一點，再難也都能挺過去。只有把話說好了，人才能興齊，家才能興旺。你信不信，一個家庭好不好，不用看房子多大，不用看車子多貴，不用看存款多少，你關起门來聽他们说話10分鐘，你就全知道了。如果一家人說話客客氣氣，溫溫柔柔，有說有笑，這個家差不到哪去。如果一家人說話像吵架，3句話不到就嗆起來，句句帶刺，字字扎心，這個家好不到哪去。錢再多也救不了這個家，房子再大也暖不了他們的心。歡迎來到盧叔講經典，一句經典道盡人生，讀懂變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有沒有發現，現在很多家庭明明天天住在一起，卻越來越像陌生人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各玩各的手機，沒什麼話說，好不容易開口聊幾句，聊着聊着就變成了爭吵。本來只是想關心一句，最後卻說成了責備。本來只是想溝通一下，最後誰都覺得委屈。很多人其實不是不想把家過好，只是日子久了，壓力多了，情緒累了，慢慢就不知道該怎麼好好說話了。如果你也有這樣的感覺，也可以把你的真實情況留在評論區。佛經有云，言為心聲，語為心境。一個人說出來的話，其實就是他內心狀態的映照。心裡平和的人，說話會讓人舒服；心裡壓着怨氣的人，開口就容易帶刺；心裡有愛，話語裡就有溫度；心裡長期積着委屈和情緒，再普通的話，聽起來也會傷人。一家人每天說話的方式，就是這個家的氣氛。說話越來越溫和，家裡的溫度就會慢慢升起來；說話越來越衝，家裡人的心也會一點一點慢慢變冷。你知道嗎？很多家庭不是窮垮的，也不是病垮的，而是因為嘴垮的。好好的一頓飯被一句話給毀了，好好的一天被一句指責攪了，好好的一段關係被一句狠話斷了。有時候說的人轉頭就忘了，可聽的人卻會一直記在心裡。那些扎心的話像釘子一樣，一次一次釘進去，後來就算道歉了，解釋了，釘子拔出來了，傷口也還在。後來才慢慢明白，很多家庭真正的問題不是不愛了，而是不会好好說話了。其實彼此心裡都還有感情，只是日子久了，情緒多了，說出口的話越來越傷人。明明想關心，但話說出來卻變成了指責。明明是想靠近，可一開口又把人推遠了。我們總是把最壞的脾氣給了最親的人，把最狠的話給了最愛的人。等到家散了，人走了，才來後悔當初沒好好說話。你看看那些不和諧的家庭，是不是都有這些說話方式？第一種，開口就是反問。孩子問媽媽，你記得我的襪子放哪了嗎？媽媽不直接說在左邊抽屜，卻說你眼睛長哪了？不就在那裡嗎？老公問老婆，咱家鑰匙你看見了嗎？老婆不說在門口鞋櫃上，她卻說我怎麼知道？為什麼你自己的東西都顧不好？你發現了沒有？他們從來不直接回答問題，永遠用反問來回答。每一個反問都帶着不耐煩，每一個反問都在告訴對方，你怎麼這麼笨？你怎麼什麼都做不好？你怎麼這麼煩人？第二種，開口就是指責。飯做晚了，一開口就是那你怎麼不早點做？孩子成績沒考好，一開口就是你天天就只知道玩。老公忘了帶東西，一開口就是你的腦是用來幹嘛的？他們從來不問原因，不體諒難處，不幫忙想辦法，張嘴就是指責，閉嘴就是抱怨，好像指責完了，問題就解決了。可是問題不但沒解決，反而感情先沒了。
第三種，開口就是比較。你看看別人家老公一個月掙多少錢，你看看人家孩子這次考試考了多少分，你看看人家老婆把家裡收拾得多好，你看看人家父母給子女幫了多大的忙。你聽听這些話，哪一句不是在說你不行？哪一句不是在說你不夠好？你以為你是在激勵他，你是在拿刀子捅他。他聽到的不是你要他上進，是你嫌他不夠好。他听到的不是你要他努力，而是你後悔選了他。第四種，開口就是翻舊賬。一吵架就把10年前的事翻出來。你當年是怎麼對不起我的？你當年怎麼做的那個決定？你當年怎麼說的那句話？每一筆賬都記得清清楚楚，每一件事都翻來覆去地說。你以為你在講道理，其實你是在往他傷口上撒鹽。過去的事過不去了，以前的錯改不了了。你說這些除了讓他更難受，還有別的用處嗎？第五種，開口就是冷戰。不說了，懶得跟你說，你愛怎麼想就怎麼想吧，隨便你。然後就關門了，不接電話，不理不睬。你不知道他怎麼了，你也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。你覺得委屈，他覺得更委屈。两個人在一個屋檐下，像兩個陌生人。不說話的家比吵架的家更可怕。吵架至少知道對方還在乎，冷戰的時候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心裡到底在想什麼。你看看這些說話方式是不是特別熟悉？你可能每天都在說，也可能每天都在听。你以為這只是說話的方式，你不知道的是，這是在一點一點拆散你的家。每一句反問都在拉遠距離，每一句指責都在增加怨恨，每一句比較都在傷害自尊，每一次翻舊賬都在揭開傷疤，每一次冷戰都在消耗感情。經書裡有句話，惡語傷人，猶如箭穿心。你說出去的話像箭一樣，射出去就收不回來了。你以為你只是說了一句氣話，你以為他應該不會往心裡去。你不知道的是，你的每一句氣話都扎在他心上。他疼但他不說，他忍但他記得。等到他忍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他就走了。那什麼樣的家庭是好的家庭呢？答案很簡單，就是会好好說話的家庭。第一種，有話好好說。不說你總是，你從來不，你怎麼又說我覺得，我希望，我需要。把指責換成表達，把抱怨換成溝通，把為什麼你總是這麼晚回來換成你回來晚了，我一個人吃飯都不香了。把你怎麼又忘了倒垃圾換成你剛剛出門忘了倒垃圾，我專門跑了一趟，有點累。把話說軟了，對方就聽得進去了。第二種，有錯好好認。說錯了話就承認自己說錯了，做錯了事就坦坦蕩蕩認錯。別總想着嘴硬，不要覺得認錯就是輸了。在家人面前認錯不丟人，丟人的是你明明錯了還要嘴硬。其實一句對不起沒那麼難，一句是我不對也不會讓你丟了面子，反而很多時候你願意先軟下來，對方的心也就軟了。你越硬，家裡的气氛越僵。你願意退一步，很多矛盾反而一下就過去了。第三種，有情緒就好好說。不開心了就直接說自己不開心，心裡委屈了也可以坦坦蕩蕩表達出来。別總憋着不說，也別一下子把情緒全炸出來。很多家庭的問題不是因為不在乎，而是彼此都在猜。你不說，對方未必真的懂。你一直沉默，他可能還以為沒事。人與人之間最怕的不是有情緒，而是有情緒卻不好好表達。你願意把心裡的感受說出來，對方才知道你在意什麼，難過什麼。很多誤會其實不是因為不愛，而是一個不說，一個不懂。第四種，有需求就直接說。你希望对方怎麼做，可以直接表達。你心裡想要什麼，也別總等着別人來猜。很多人总覺得我都暗示這麼明顯了，他怎麼還不懂？可現實是，很多時候對方真的沒有你想象中那麼会猜。人與人之間最大的誤會之一，就是我以為你知道。
你不說，對方可能根本意識不到。你說明白了，至少他知道你在意什麼，需要什么。家和萬事興，這句話很多人聽了一輩子，卻到了後來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。一個家和不和，真的會影響一個人的整個人生狀態。家裡天天吵架、冷戰、說話帶刺的人，哪怕在外面再能幹，心也是亂的。回到家沒有溫暖，只有壓抑，再多的錢也很難讓人真正輕鬆。可有些家庭，日子也許不算大富大貴，但一家人說話和和氣氣，彼此體諒，至少回到家會感到安心。所以一個家能不能越來越興旺，很多時候不在於房子多大，賺了多少錢，而在於一家人能不能好好说話。說話溫和一點，家裡的氣氛就暖一點，彼此願意理解，心才能靠近。一家人心齊了，很多難關其實都能熬過去。反過來，如果天天冷言冷語，互相埋怨，再好的感情也會慢慢被磨掉。你以為賺錢最重要，錢確實重要，但比賺錢更重要的是你辛苦一天回到家以後，面對的是溫暖還是冰冷的家。你想想看，你辛苦了一整天回到家，你是想要有人笑着跟你說辛苦了，還是有人哭着跟你算賬？你是想要一家人高高興興吃頓飯，還是你一個人在家吃着外賣？錢能買很多東西，但買不到一句暖心的話。錢能解決很多問題，但解決不了兩顆心之間的距離。所以從今天開始，改改你跟家人說話的方式。不需要你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只需要你在開口之前停1秒鐘。這1秒鐘，你問問自己，這句話能不能好好說？把反問改成陳述。孩子問你襪子在哪，你說在左邊抽屜裡。老公問你鑰匙在哪，你說在門口鞋櫃上。就這麼簡單，就改一個字，家的溫度就不一樣了。把指責改成表達。飯做完了，你說餓了吧，再等一會就好了。孩子考砸了，你說沒關係，媽陪你一起找原因。老公忘了東西，你說下次記得帶上，這次先用我的。你試試看就會發現，你說一句好聽的話，對方可能回你一個笑容。你說一句溫和的話，氣氛就不會那麼僵。可如果你一開口就是指責、埋怨，對方自然也會用冷臉回你。你說哪一種更划算？其實心裡都清楚。把比較改成欣賞。別人老公掙得多，你說我知道你也辛苦，我們一起努力。別人孩子考得好，你說你也很棒，媽媽為你驕傲。別人老婆能幹，你說你也很好，娶到你是我的福氣。你說一句欣賞的話，對方能開心一整天。你說一句貶低的話，對方能難過好幾天。把翻舊賬改成翻篇。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。很多爭吵之所以越吵越大，不是因為當下這件事有多嚴重，而是因為每一次都把以前的舊賬一起翻出來。你說的是這一次的矛盾，他聽到的卻是全部的不滿。你想解決現在的問題，結果變成了清算過去的傷疤。所以真正成熟的相處方式是學會區分現在和過去。現在的問題就解決現在，過去的傷就讓它留在過去。把冷戰改成溝通。你不高興的時候就說出來，你覺得委屈的時候也可以表達出來。很多關係的問題不是因為不在乎，而是因為不說。你不說，對方可能永遠都在猜。你說了，至少他知道你在意什麼。知道了不一定立刻改變，但不知道就一定沒有改變的可能。家不是講理的地方，是講愛的地方。家也不是爭輸贏的地方，而是彼此取暖的地方。很多時候，一句話的語氣就能決定一個家的溫度。家裡的溫度從來不是靠道理撐起來的，而是靠說話的方式一點點堆出来的。佛經有云，善護口業，成道一半。把話說好了，關係就不會越走越遠。把情緒穩住了，家裡的氣就不會越積越重。家和萬事興，興的從來不只是錢，而是人心。心齊的時候，再難的日子也能一步一步熬過去。
心散的時候，再好的条件也会过得一地雞毛。所以真正的修行，很多时候不在遠方，而在每天說出口的每一句話裡。如果你願意，也可以把你想說的話留在評論區。你家裡平時是和和气气的说話，還是說着说着就容易变成争执？又或者你从今天開始最想先改變的是哪一個說話的習慣？很多家庭的問題不是一瞬間變壞的，而是說話的方式一點一點變成了習慣。而改變也可以從一句話開始。我們一起慢慢學習，好好說話，好好過日子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歡迎訂閱盧叔講經典，並開啟小鈴鐺，讓經典的話在你需要的時候再次出現。用經典照見人心，用時間驗證智慧。我們下節課再見。